这可乐里面怎么有蟑螂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人家瓶里还有老鼠呢。80年代的售货员有多豪横？明明在饮料瓶里喝出了蟑螂，售货员却仗着自己是公家的单位，根本没把顾客的投诉放在眼里。一鸣本想和他理论几句，可孟涛的肚子此时却开始发作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先前往医院。可好不容易才挂上了号，医生连原因都没有问，就给孟涛开了一大堆检查，不仅要抽血验尿，还要做 CT 彩超和胃肠镜。而面对一鸣的质疑，医生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？您是不给他做全面检查，不找出病因来，怎么能随便开药呢？”这时药房的护士走了进来，偷偷递给医生一张纸条：“王医生，这些积压药品你尽量想办法开出去。”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就这样，医生又给孟涛开了一大堆药。经过一系列的全身检查，医院总算确定孟涛得了急性肠炎，将他送到病房打上了点滴。可刚刚输上液还不到10分钟，孟涛的脸色却变得越来越差。等医生检查后，这才发现原来是护士粗心大意用错了药。就这样，孟涛被推进了抢救室。好在发现的比较及时，经过一番抢救，总算是活了下来。本以为这样已经足够倒霉了，却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就在孟涛留院观察期间，隔壁床的病人病情严重，急需手术。可由于迟迟排不上号，病人家属只好趁医生查房时，将一个红包塞进了他的兜里。没想到医生发现后，却将红包直接退了回来，这让老两口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一旁的孟涛对此十分不解，他认为这是好事，毕竟医院里有明文规定，禁止医生向病人吃拿卡药。不料老人听后却叹了一口气，他告诉孟涛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光是为了住进这家医院，他们就已经花了一条扁担了。一条扁担？就是1000块钱。见孟涛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一鸣赶忙为他答疑解惑。规定上是写着，医生不得向病人索取礼品，可没写着病人主动送的礼品不许收啊。那何必要送呢？别人送了，你不送，医生能一样对待吗？是这理儿，是这理儿。就在几人闲谈之时，病人的母亲把老头拉到了一边。他认为医生之所以不肯收红包，是因为当时有其他人在场。为了让儿子尽快排上手术，老两口决定秘密行动，趁医生独自在办公室时，将红包再次拿了出来。可偏偏他们遇上院里少有的好医生，对方不仅坚决不收红包，还答应晚上加个班，帮他们儿子把手术给做了。老人听后顿时喜笑颜开，本以为事情就此圆满解决，怎料夜里却还是出了意外。由于医院为了省钱舍不得开灯，护士误把孟涛当成老人的儿子，将他推到了手术台上。关键时刻，幸好医生及时发现异常。病人怎么这么胖啊？怎么搞的？开刀的是5号病人，怎么变成3号了？就这样，孟涛因为自己的肥膘侥幸逃过一劫，接连闹出了2次乌龙事件。一鸣这下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决定去找医院院长要个说法。殊不知此时院长正在办公室里接待客人，对方是农贸市场的于经理。他假借给院长送甲鱼的名义，趁机透露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。院长听后立马心领神会，表示一定会准时参加葬礼。得知于经理买不到进口药，院长还特批了他几盒保心丸。看来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就在这时，一鸣和孟涛闯了进来。进屋后，他们二话不说，直接取下墙上那副先进医院的奖状，将这2天发生的事情好好阴阳了一番。临走前，孟涛拿出一张名片，让院长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当看到名片上的名字后，院长和于经理全都吓了一跳。高峰，新来的市长，新市长微服私访，这一下全完了。见院长得罪了大人物，于经理急忙找借口离开。随后他回到单位，作为国营农贸市场的一把手，商贩们的货物能否进入仓库，全凭于经理一人说了算。为此，一个香蕉商贩特意拿了一条阿诗玛烟。于经理，烟虽差些，可你千万不能送人啊！于经理听后瞬间心领神会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从兜里掏出40块钱，美其名曰这条烟是自己买下来的。商贩也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无耻。当然，本着收礼办事的原则，于经理很快就帮他解决了入库的难题。等商贩走后，于经理的弟弟德福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。原来父亲马上就要出殡了，德福让姐姐赶快回去奔丧，可于经理却表示现在很忙，还有很多人没有通知到位，俨然把父亲的葬礼当成敛财的工具。随后他起身打开柜子，从里面拿了几条好烟好酒，让德福先回去主持丧事。可贪心的德福却嫌姐姐给的太少，趁于经理不注意，将刚才商贩送来的那条阿诗玛烟也一并顺走了。殊不知正是这个操作，让他们姐弟俩最终彻底坠入了深渊。另一边被孟涛呵斥了一顿后，院长吓得根本无心工作，他急忙写了一封检讨书，来到市长办公室负荆请罪。可进屋后，他这才发现医院里那个胖子根本不是市长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孟涛的同学高峰被调到江陵市当市长，他刚一到任就收到一封举报信，说下面县里的玉雕厂打着市长的名义，要将厂里的珍贵玉雕低价卖给外商。由于高市长初来乍到，身边可信任的人不多，于是他只
只好请老同学孟涛帮忙去玉雕厂暗访调查一下其中的内情。得知此事，孟涛当即就同意了，因为他一直想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，正愁手上的素材不够用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他便带着助手一鸣火速出发了。可谁知刚到客运站，险些被一瓶汽水喝丢了性命，这才有了医院里的乌龙事件。院长本想拿回检讨书转身离开，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检讨书是你亲自写的吧？是我亲笔写的。那么上面写的内容都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不是，是真的。既然是真的，那么这块牌子你显然不好意思再带回去了啊？就这样，在孟涛的误打误撞下，高市长当即处理了这家黑心医院。而与此同时，孟涛和一鸣从医院出来后，坐上了开往县里的客车，不料却遇到一个奇葩的客车司机，为了打野鸭，居然把车子停在了半路上。车上的乘客们等得不耐烦，纷纷抱怨司机太不地道。然而，直到几声枪响过后，司机这才扛着2只野鸭慢悠悠地走出来。司机同志啊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！开车时间去打猎，耽误大伙多少时间呢？可面对孟涛的指责批评，司机非但没有一点愧疚之意，反而还直接撂起了挑子。车坏了啊，走不了了。说完，他便拎着野鸭下车，蹲在河边自顾自地薅起了鸭毛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车上乘客们却将矛头对准了孟涛，一个个全都指责他不该惹怒司机。随后几人更是给司机递上香烟汽水，请求他大人有大量，但司机根本不领情。哼，怎么着急了？有本事你们让那胖子去开。然而司机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口中的那个胖子居然真的会开车。只见孟涛坐到驾驶位，让众人上车，随后关上车门，开着客车扬长而去。这下司机再也无法淡定了，他急忙拎上水桶暖瓶追了上去。尽管他年纪轻体力好，但2条腿终归跑不过4个轮子，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，再也无力追赶。恰逢此时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，司机赶忙强行将车子拦住，可是面对他的搭车请求，对方却以不能公车私用为由断然拒绝。无奈之下，司机只好把2只野鸭送给对方，这才换来一个搭顺风车的机会。然而当他打开车门后，却发现车里还坐着农贸市场的于经理。呀，是你呀，于大姐啊？怎么？心脏病有犯了？不，我有急事，借市医院的车到德福家去一次。原来所谓的公车不能私用，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。有了2只野鸭的加持，救护车很快就追上了小客车。见此情形，孟涛只好作罢，趁司机还没下来，带着助手一鸣匆忙下车开溜。成功甩掉客车司机后，孟涛和一鸣终于来到了县城。他们先在宾馆开好房间，随后打算出门吃个午饭填饱肚子。可接连走了好几家饭馆，全都被告知今天已经打烊，就连街上的小卖部也都纷纷关了门。一番打听后，他们这才得知，原来商贩们都要去参加于经理父亲的葬礼。于经理是农贸市场的一把手，弟弟德福更是当地的税务专员，姐弟俩一个管货一个管钱，把商铺老板们的命脉拿捏得死死的。眼看县里已经没有地方吃饭，两人决定去于老爷子的葬礼上蹭饭吃，顺便看看那个于家姐弟是不是真的土皇帝。可当他们刚刚坐下，服务员却端上了一个空盘子，随即在座的宾客开始往里面放红包，这可把两人都看傻在了当场。本着入乡随俗的原则，一鸣向邻座的大爷借了一张红纸，在里面塞张废纸送了出去。而此时别墅里也正在上演一出大戏，虽说家里有老人去世了，但德福的妻子却没有半点悲伤，坐在桌前开心地数着礼金。这时农机厂的李厂长也赶了过来，他不仅拿了2份厚重的礼品，还送给德福妻子一个单独的红包。原来农机厂近年来一直经营困难，所以李厂长想请德福再给免1年的税。德福听后本想以国家政策为由拒绝，可妻子却带着一枚大金戒指突然出现。德福啊，请你常常下去吃饭吧。德福见状立马转变了态度，他让李厂长把农机厂的名字改掉，以新建厂的名义重新申请免税。这申请能批准吗？有我呢。此时孟涛和一鸣终于吃上了免费的午餐，一顿胡吃海喝过后，一鸣拿着相机来到楼上，他谎称自己是一名专业摄影师，假借给德福夫妻拍照的名义，趁机拍下他们受贿敛财的证据。可偏偏这时，之前那个客车司机前来奔丧，他一眼就把一鸣认了出来，立马提醒德福要小心谨慎。德福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？你怎么让他随便照相呢？怎么了？现在都在讲廉洁奉公，万一这小子把这些照片往电视台一送，这不把你老兄给曝光了吗？搞不好人家还会以为你这国家税务局干不干净呢。德福瞬间被司机的话点醒，他冲进屋里直接抢夺一鸣的相机。好在孟涛及时赶到，凭借身材上的优势，两人趁乱逃离了现场。此时于经理终于赶到父亲的葬礼，可他踏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去灵堂披麻戴孝，而是找弟弟要那条阿诗玛香烟。德福听后也没有狡辩，承认是自己拿走了那条烟，但他已经把烟送到宾馆的小卖部了。你拿到小卖部去干什么？家里这么多香烟，抽不了还不都发霉了？请人在小卖部代销。
听到此话，于经理立马坐不住了，他不得不把事情告诉了德福，并叮嘱他赶紧把烟拿回来。可是好巧不巧，当孟涛和一鸣回到宾馆后，正好将那条香烟给买走了。他们自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，只见烟盒里装的全都是钞票，足足有2000块钱之多，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几乎算是一笔巨款了。一鸣瞬间乐得合不拢嘴，但孟涛却觉得事有蹊跷，他认为这条香烟背后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很快，德福也急匆匆赶到了宾馆，得知香烟被人买走后，他只好请售货员帮忙去要回。是这样，我们发现最近进货的阿诗玛香烟是发霉的，抽了发霉的香烟是会生癌的。为了对顾客负责，我们决定把钱退还给你们，请你把香烟还给我们。听到这样的借口，孟涛他们更加坚定之前的想法，于是一鸣开始耍赖不认账，称他们并没有买过阿诗玛香烟。眼看两人不愿配合，售货员直接叫来保卫科的牛科长，以香烟被盗为由检查孟涛他们房间，果然在他们的枕头底下发现了那条阿诗玛香烟。见已经无法隐瞒，一鸣只好大方承认：我承认，这香烟是我在宾馆小卖部买的。哎，可我倒要问问你们，宾馆小卖部怎么会卖出这种香烟来啊？这是我们保卫科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我看你这个人心术不正，见钱眼开，想发横财。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这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。顺利拿回香烟后，售货员第一时间交给了德福。牛科长特意过来嘱咐，让德福把钱赶快退回去，否则会出大事的。可贪心的德福并没有照做，他把钱带回了家里，打算和妻子一起私吞。看着满满一屋子的礼品礼金，夫妻俩开心的喝酒庆祝起来。几位数了？5位数。这么多人，想不到死了一个爹，能赚1万元。可是由于兴奋过度，妻子开始狂笑不止，整个面部神经都变得僵硬起来。德福连夜将她送去医院，好不容易才把病情给控制住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深夜于经理急匆匆赶了过来，他问德福找没找到那条香烟。原来送烟的商贩居然向纪委举报了他，现在当务之急，于经理必须要把那条香烟上交给组织，否则自己将会有牢狱之灾。就在德福犹豫不决之时，于经理看到地上有一个阿诗玛的烟盒，他瞬间明白了一切，但德福妻子却不想让他拿走这笔钱。两人在屋里大打出手，争斗之时，于经理不小心摔倒在地，这引得德福妻子一阵大笑。刚刚控制好的病情再次触发，显然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。另一边，孟涛和一鸣终于开始了主线任务，他们找到一个玉雕厂的老员工，从对方口中得知，的确有人打着新市长的名号，强行要求厂里把最珍贵的玉雕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商人，而且约定双方明天下午在宾馆交易。眼看事情变得如此紧急，孟涛赶紧给高市长打去电话。高市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他让孟涛他们在宾馆等候，明天一早他就赶到县里，亲自出面处理此事。与此同时，于经理也来到了宾馆，他本想问售货员香烟的情况，正好碰到孟涛和一鸣下楼吃饭。售货员告诉他买烟的正是那2个人，这下可把于经理吓得半死。他并不知道孟涛的真实身份，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市长高峰。见他脸色苍白，售货员赶忙让人把他送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去检察院。很快，孟涛市长的身份就传遍了整个宾馆。经理不仅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还把2人的房间升级成了豪华套房。如此大的阵仗，让孟涛和一鸣也有些疑惑不解。但他们决定将计就计，借着假冒市长的身份，向牛科长询问昨晚香烟的事。牛科长显然是个明白人，他一改之前的态度，坦白那条香烟是出自于家姐弟之手。而且不仅如此，他更是自愿当起了间谍，假借着上门拜访的名义，从德福家里偷来了他受贿敛财的证据。本以为这样可以在市长面前邀功请赏，结果牛科长刚回到宾馆，就看到一个人在楼道里鬼鬼祟祟的找人。他立马上前对这个人进行盘问：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市政府。哦，干什么工作的啊？我说你这位同志说话怎么用这个态度的，像审犯人似的。对你们这样行动可疑的人，就是要用这种态度。姓名？高峰。单位？市政府。职务？市长。另一边，玉雕厂已经将货物拉到了宾馆，贱卖玉雕的幕后黑手也露出真容，正是市长办公室的秘书小陈。他打着高市长的名号，逼迫玉雕厂和外商做亏本生意，然后自己从中捞取巨额回扣。可当他们打开货物箱子后，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玉雕，只有一个老人挂着吊瓶蹲在里面。就在小陈满脸疑惑之时，孟涛缓缓地走了进来。你是什么人？他是新市长高峰。听到此话，小陈不禁冷笑一声。作为市长办公室的秘书，他当然知道孟涛是个假市长，所以他表现得非常淡定，还让人现在去公安局报警。可就在这时，高市长带着检察院的人突然出现。高市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不是说我国外有个朋友要买玉雕吗？我特地来会会他，
小陈这下彻底傻了眼。见此情形，外商赶忙仓皇离开了宾馆。小陈最终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。就这样，孟涛凭借贾市长的身份，不仅揪出了高市长身边的奸臣，还将贪污受贿的余家姐弟绳之以法。而他的剧本素材也有了收获。可当他提出把这几天的经历拍成电影时，一旁的一鸣不免担心起来：这样的戏会不会不让拍啊？不会吧？我们对一切不正之风，就是要敢于揭露鞭打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的整治，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拥护我们。电影至此全部结束。这部《江城骑士》上映于1990年，某瓣评分高达8.5分。影片以黑色幽默的喜剧方式，将社会上的种种乱象揭示出来。正所谓阿诗玛里乾坤藏，红白喜事捞钱忙，国家文物随意倒，公权滥用保私囊，小病当成大病看，饮料瓶里藏蟑螂，保安充当公检法，人民公仆态度狂。虽然电影的结尾是好的，坏人们也都得到了惩治，但现实中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，又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